你可能不会相信，溪流会是黑胡子海贼团覆灭的导火索。他制造过3次内部矛盾。当年黑胡子闯入推进城招募伙伴，麦哲伦正在抓捕以路飞为首的越狱小分队，迫不得已放出宇智溪流，让他去对抗黑胡子海贼团。溪流没有听从麦哲伦的命令，他的目标是逃离海底监狱。当遇到黑胡子海贼团时，溪流并没有出手攻击，反而在黑胡子等人中毒之后送来解药，救活了整个黑胡子海贼团。面对黑胡子的邀请，溪流爽快地答应了，也成功逃离海底监狱，抵达马林凡多。溪流与老上司战国交流一番后，帮助黑胡子干掉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。当黑胡子吸收真正果实的时候，溪流表示如果失败，他会立马脱离黑胡子海贼团。他的这番话也表明了黑胡子海贼团不够团结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。逃离马林凡多的时候，巨大战舰胡狼压坏了海贼团，黑胡子抓住超新星多尼，企图找海军交换来一艘军舰。在等待期间，戴鹏想要去购买新衣服，溪流立马表示反对，让他最好忍一忍。最后恶政王让黑胡子把船长的位置给他。拉菲特略带愤怒地说，你最好闭嘴，否则我会拧下你的脑袋。这里可是黑胡子海贼团，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，黑胡子的手下之间存在着矛盾，谁也不服从谁，有点像当年的洛克斯海贼团成员之间的争斗，会导致海贼团覆灭。巴沙斯去德雷斯罗萨抢夺烧烧果实失败，被萨博狠狠揍了一顿，差点被打死的巴沙斯躲在一艘船下，机缘巧合发现了革命军的基地。他告诉拉菲特快点让黑胡子来，一定要带上传医毒 Q， 否则他会死的。激流得知电话的另一头是巴沙斯，直接来了一句，差点以为你死了，完全没把对方当成自己的伙伴。黑胡子海贼团成员之间不团结，会让黑胡子重蹈洛克斯的覆辙吗？赤犬封神一战暴露出最大的缺陷，难怪他要在马林范多将路飞赶尽杀绝。当年赤犬和黄猿一起加入海军，因为实力太过强悍被世人称为怪物，为了变得更加强大舍弃当剑士，吃下自然系岩浆果实。在马林范多对战白胡子海贼团，赤犬展示出岩浆果实恐怖的实力，单挑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，场面上一度占据上风，甚至还能用岩浆拳头重创对方胸口。即便遭到世界最强男人的背后偷袭，身受重伤跌入悬崖之下，依旧能靠着岩浆果实保住一条小命。马尔科有四皇守门员的称号，用身体挡住黄猿的大招八尺琼勾玉，不仅没有受一点伤，还能一脚将黄猿踢飞。见到轻质对路飞下手，飞过去又是一脚踹飞。不过在对战赤犬时，忘记使用武装色，攻击没能造成伤害，蓝色火焰也没能挡住岩浆，被赤犬一拳头打飞，能完全压制住马尔科。难道说赤犬已具备四皇战力吗？后来老沙联手白团所有队长，依旧不能阻止赤犬追杀路飞，直到香克斯率领红发海贼团抵达，用格里芬挡住岩浆拳头，吓得赤犬脸颊流汗，才决定放弃对路飞的继续追杀。纵观赤犬在马林范多的战斗，绝对算是封神级别的表现。不过他的主要输出是依靠恶魔果实，没有展示三色霸气的技能，不像青雉提前将身体元素化，躲避白胡子的制刀攻击，也不像路飞释放霸王色震晕小兵，绝境之下保住艾斯一命。可见赤犬对霸气的修炼并不算强，而且赤犬的生命卡信息只显示用见闻色和武装色，并没有确定拥有霸王色霸气，应该也不会最顶尖的缠绕攻击。现在就很好理解，赤犬看到路飞释放霸王色为何会那么激动，即便是差点被白胡子打死，也要拖着重伤的身体追杀路飞，也能表明赤犬很清楚自己的弱点，就是不具备最顶尖的霸气。之所以要将路飞赶尽杀绝，也是忌惮他成为无法战胜的敌人。如果艾斯没死，那现在的他能干随赤犬吗？这里其实我们可以参考现在的萨博和路飞，作为三兄弟中的大哥，艾斯的实力肯定只会更强。身为海贼王罗杰的儿子，从小就觉醒了霸王色，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天赋。17岁出海后，仅用1年时间就成为了超新星。之后拒绝了海军的七武海邀请，并在去挑战白胡子的路上，先后与盛平还有大和展开过大战，最后不分胜负，成为了好友。年轻的他就已经有了不输七武海的实力，唯二的败绩也只有最强的男人白胡子与最终 BOSS 黑胡子。而除了这种顶级战力之外，就连海军大将的青雉也拿艾斯没啥办法，最后死在赤犬手下也是为了保护路飞。要是他没死在顶上战争时期，和老沙一样打个补丁，学个霸禅，觉醒个果实，那他绝对有皇父实力，甚至能干翻四皇。虽然现在的海贼王里，艾斯的冒险已经结束了，但在另一个时空里，你还是能与他一起再次并肩战斗。全新正版 IP 授权手游《航海王梦想指针》4月1日就要公测了。游戏定位竖版3D 冒险手游，3亿成本打造，采用超过4万面的超轻建模，主打的就是一个电影级的实际动画画质。开场便是香波地群岛草帽一伙重聚的剧情，官方似乎是在玩一种新的3D 2万，甚至就连玩家都在玩梗。现在游戏公测福利直接送110抽，还有预抽卡活动必出5星超新星，开局保底2个5星新世界角色，看我一发入魂。
艾斯果然是他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七武海等更多经典角色等着大家。感兴趣的朋友，赶紧来评论区关注官号，组建梦想中的海贼团，一起出海冒险吧！他被认定为最弱的王下七武海，却做了卡普也没能完成的事情。2次闯入四皇的老巢全身而退。他的梦想是找到大秘宝当海贼王，却因为同伴被杀害，选择虚度光阴。他就是月光莫利亚，给索隆升级装备的人。年轻的莫利亚观看过罗杰被处刑，立马决定投身于大海贼时代，带着小弟来到和之国，挑战四皇百兽海贼团，结果被凯多击败，所有的同伴也惨遭杀害。备受打击的莫利亚变身摸金校尉，挖走刀神龙马的尸体，以及和之国的国宝黑刀秋水，还顺带收留了婴儿佩罗娜，带在身边当女儿一样抚养。后来莫利亚成为一名王下七武海，安居在恐怖3维帆船制造僵尸军团。2年前遇到刚出海不久的草帽一伙，他完全没有把赏金1亿的路飞当回事，没有理会暴君雄的提醒，也拒绝了对方的帮助。结果索隆击败龙马的尸体，将黑刀秋水收入囊中，僵尸巨兵奥兹被草帽团围攻倒地，自己也被吃下1000个影子的梦魇路飞击败。当时海军要对付白胡子，打算当众处刑艾斯，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，才没有剥夺莫利亚的七武海身份。不过他在顶上战争的表现很一般，联手暴君雄和明哥击败巨人奥兹。对战前七武海慎平被抓住弱点，僵尸军团惨遭海水克制，瞬间覆灭，自己也被慎平一招美瓦政权打飞后战败。顶上战争完结后，世界政府让明哥立刻干掉莫利亚，不料莫利亚靠着特殊能力突然消失，捡回一条小命。2年后，为了寻找同伴阿布，独自闯入黑胡子的地盘蜂巢岛，无奈战斗力太弱，被溪流用隐身果实偷袭重伤。面对玄月猎人盖鹏的挑衅，只能愤怒却不敢动手战斗。不过莫利亚还算有血性，没有答应黑胡子成为他的手下。后来黑胡子抢夺甜甜果实失败，将科比绑架回大本营，卡普立马带着所有成员闯入海贼乐园蜂巢岛救徒弟，一拳霸王色缠绕银河冲击，差点将一座城镇彻底摧毁。佩罗娜也趁着混乱救走自己的老父亲莫利亚。后来卡普为了保护徒弟科比，被宇之溪流偷袭重伤，最终被青雉等人围攻战败。报纸给出的消息是卡普下落不明，结合莫利亚在马林范多当着明哥与和平主义者的面逃走，很容易想到就是他救走了重伤的卡普。不出意外，莫利亚和佩罗娜还会在后面的剧情中登场。恩克斯公开卡塔库利的战斗力上限，也难怪黑胡子要派青雉去抓布林。在所以四皇的副船长之中，卡塔库利是第一个被打败的人，连当年路飞的4档都没能打赢。卡塔库利的赏金只有10亿5700万，也是所有皇父之中最低的一个。不过卡塔库利的各项能力都非常强，武装色霸气虽然没掌握流鹰用法，在硬度上能完全碾压当年的路飞。见闻色霸气能短暂的预见未来，也是属于非常顶级的一种境界。虽然拥有100万分之一的霸王色，却没有掌握最顶尖的缠绕攻击。还有卡塔库利也拥有恶魔果实觉醒，当年对战只拥有橡胶果实4档的路飞，不管路飞用出什么招式都会被压制，甚至让人觉得诺诺果实就是自然系，也让尾田在 SBS 中强调是特殊超人系。不过卡塔库利并没有对战过顶级强者，除了在蛋糕岛与4档状态的路飞交战，甚至连海军大将级别的人物都没打过。不过在红发歌姬中得到过香克斯的夸赞，卡塔库利去救自己的弟弟和妹妹们，使用见闻色观察歌之魔王内部的情况，并告诉香克斯应该里应外合一起攻击。香克斯调侃说不只有你能预见未来，也是认可他的见闻色等级非常高，同时还强调卡塔库利能参与这场战斗，真是帮了红发海贼团一个很大的忙。很显然是认可卡塔库利的实力很强。黑胡子要抓布林回来解读古代文字，特意派遣狙击手范奥卡和大将青雉。当时大妈带着半个海贼团去和之国，只有卡塔库利和克利架留守蛋糕岛。黑胡子之所以让大将青雉亲自出动，也是非常认可卡塔库利的实力很强，只有大将级别的青雉出马才能搞定。难道说卡塔库利真的有大将级实力，只是太早遇到路飞了才被击败的吗？军雄一句话找出多拉格的弱点，赤犬舍弃性命也要将其抹杀，却是五老星联手也除不掉的存在。多拉格的实力有多钱，一直是谜一样的存在。有人说他赏金高达50亿贝利，完全不输当今的四皇。当年路飞在罗格镇被巴基当众处刑，多拉格操控着风雨雷电登场，用一道闪电击中巴基，护送大儿子安全出航。结合革命军的所有人都戴着防风眼镜，不难推断出他说吃的恶魔果实就是自然系风暴果实。目前多拉格还没有展示过3色霸气的强弱。从萨博17岁能掌握见闻色和武装色来看，多拉格的这2种霸气绝对也是最顶尖的存在。作为多拉格的儿子，路飞拥有100万分之一的霸王色，卡普也曾说过那是与生俱来的。结合卡普也会霸王色，可以确定多拉格也拥有王者资质，不出意外也掌握了最顶尖的缠绕攻击。如此强悍的多拉格却被暴君雄一句话找出了弱点。当年还在革命军中的大雄发现多拉格去东海的风车村，就询问多拉格经常去那里做什么。没想到多拉格对此特别愤怒，直接来一句：如果想要我的命就继续问下去。随后又补上一句：孩子永远是父母最大的软肋。
如此来看，多拉格的弱点就是大儿子路飞。刚出海的路飞战斗力不强，很容易被敌人当成弱点。赤犬在顶上战争得知路飞是多拉格的儿子，不管任何人来阻挡，也要将路飞的命留在马林范多。年轻的多拉格也是海军成员，赤犬很清楚他的实力强弱，担心路飞会成长为他老爸一样的强者。不过现在的路飞已经不能算是多拉格的弱点，不仅拥有一群强悍的同伴，自身也拥有4皇级战斗力，对3种霸气的修炼都达到了最顶级的水准，还吃了传说中的幻兽种尼卡果实，拥有世上最胡来的力量。在弹头岛冒险，能一只手抓住黄猿，一只手按住萨坦圣。不过当下路飞的处境很危险，五老星全部在弹头岛集结，目标就是除掉未来的太阳神路飞。多拉格会不会再次出手去救自己的儿子呢？赏金只有2亿9500万贝利，却能让大将黄猿乖乖认怂不敢动手，还可以一拳打断五老星萨坦圣几条腿。他吃了一颗用来卖萌装可爱的恶魔果实，却能用普普通通的一招摧毁一座岛屿，被元帅赤犬称赞战斗力堪比怪物。他就是巴索罗缪大雄，世人都称呼他为暴君。在38年前的神之谷，身为奴隶的大雄吃下肉球果实之后，与伊万科夫一起回到故乡索尔贝王国，每周都会利用果实能力帮助老人们排除身体的病痛。大雄非常崇拜多拉格的事迹，25岁时也成为革命军的一员。那时的大雄犹如一头凶猛的野兽，满世界飞来飞去的战斗。不过在6年前，大雄为了救金妮的女儿，选择退出革命军，与五老星萨坦圣做了一笔交易，来治疗波妮身患的青玉鳞病。大雄则成为一名王下七武海，还要当贝加庞克的科研试验品。2年前，路飞击败克洛克达尔，黑胡子顶替成为七武海。暴君雄奉命来到恐怖3维番，将消息传达给莫利亚，还不忘调侃莫利亚的战斗力太弱，会成为第2个被击败的七武海。莫利亚很生气，却不敢动手，只是强调暴君雄的能力很特别。路飞击败莫利亚之后，海军命令暴君雄抹除草帽一伙，索隆挥出的斩击被全部弹开，还差点丧命压力炮之下，最终耗尽所有体力才放弃战斗，恳求用自己的命来保护船长，也是认定暴君雄是他无法战胜的强者。见到暴君雄空手回到马林范多，元帅战国非常不满意，强调暴君雄的战斗力很强，不可能让草帽团一伙逃走的。路飞在香波地群岛再次惹事，一拳揍飞查尔罗斯圣，大将黄猿立马踩着炮弹抵达事发地点。冥王雷利现身救下索隆，与黄猿打得不可开交。暴君雄直接瞬移到2人中间，向冥王雷利表明身份，保证会安全救走草帽一伙，也是认定自己的实力不输他们。黄猿只是询问暴君雄想干什么，却不敢直接动手干预，结果被暴君雄回怼了一句：没有义务对你做任何交代，完全没有把所谓的海军大将放在眼里。顶上战争完结后，暴君雄彻底失去意识，沦为奴隶，被萨博和军队长们救走后，却再次飞回到圣地玛丽乔亚。赤犬得知后，居然亲自出马阻拦，上来就使用了大招鸣狗，还称赞大雄的战斗力强如野兽，也是认可他的实力很强。其实大雄的目的是弹头岛，在那里他的女儿有生命危险，用身体救下女儿波妮后，又朝着萨坦圣挥出重重一拳，打断牛角和几条蜘蛛腿。如此强悍的暴君雄，拥有大将级别的实力吗？索隆已经学会霸王色缠绕攻击，将会用3代鬼彻换来无上大快刀。海贼王最新一期1110话的劲爆剧情，并不是五老星抵达弹头岛全员展示出怪物形态，而是索隆仅仅用了一招就打败了陆奇，紧接着又把目光对准了内斯兽狼圣，就是五老星中戴着眼镜的光头剑士。因此也产生了2个问题：索隆用了什么方式击败陆奇，以及他又要对五老星内斯兽狼圣做什么？回顾索隆出海以来的战斗，每击败一位强者都会提升实力。对战吃了斩斩果实的达兹波尼斯，掌握了斩断钢铁的力量；去司法岛救罗宾，与 CP9 的卡库交手，学会了鬼泣9刀流；去鬼岛对战百兽海贼团，觉醒霸王色征服炎魔，击败炎灾镜；在弹头岛对战 CP0 的陆奇，是动物系猫猫果实豹形态觉醒者。整体实力并不比赏金13亿9千万的炎灾镜弱，而且还嘲讽索隆实力太弱，拖累草帽一伙逃走的节奏。索隆能一招干掉陆奇，应该是被逼入绝境，掌握了新的技能。刚在和之国觉醒霸王色，难道已经学会最顶尖的缠绕攻击了吗？索隆将对内斯兽狼圣干什么？其实也非常好推测，对方是一名实力强悍的剑士，手中还拿着妖刀初代鬼彻。索隆应该是想着击败内斯兽狼圣，然后拿走那把无上大快刀。自从索隆获取妖刀炎魔后，就有海米嫌弃3代鬼彻的品阶低，本想着能得到2代鬼彻作为替代品，结果被小菊归还给了飞彻。现在遇到初代鬼彻，还是一把无上大快刀，索隆必然不会放过。不过当下草帽团的任务是逃走，不可能与五老星全面开战，即便索隆与内斯兽狼圣交手，能不能将对方击败还很难说。不过索隆已经盯上了内斯兽狼圣，得到初代鬼彻还会遥远吗？很多大佬评价本贝克曼的战斗力，2次喝退海军大将，霸气强度有4皇级别，都说红发海贼团是双4皇配置。第一个4皇级战力是船长香克斯，另一个4皇级战力应该就是副船长本贝克曼。尾田也曾强调过，
他的霸气强度要在海军大将之上。当年在东海对付西格的山贼团，本贝克曼亲自出手，瞬间撂倒一群小卡拉米。小时候的路飞也评价他的战斗力真的很强。红发海贼团去马林范多救路飞，香克斯瞬间移动挡住赤犬的岩浆拳头，本贝克曼则用枪指着大将黄猿的脑袋，黄猿也不敢做多余的动作，乖乖举起双手表示认错。可见在黄猿的心目中，本贝克曼拥有搞定自己的能力。基德海贼团进入新世界后，多次向海上皇帝发起挑战，也曾与红发海贼团有过交手，结果被打断一条左臂战败。后来的剧情也给出介绍，那场战斗基德都没见到香克斯的面。从垃圾路略带调侃的话来看，应该是本贝克曼打断了基德胳膊。基德说起断臂的时候，也是一脸无奈，认可本贝克曼很强。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，黄猿打算对普通民众发起攻击，本贝克曼再次用枪指着他，吓得黄猿只能乖乖停手。2次让一向傲慢的大将黄猿主动认错，足以证明本贝克曼拥有不输海军大将的实力。香克斯也非常肯定自己副船长的实力，准备参与到大秘宝 One Piece 的争夺战中，还特意询问本贝克曼的意见，显然是对他的认可。基德去埃尔巴夫冒险，再次遇到红发海贼团，他立马使用此果实觉醒能力，准备一招搞定红发团。香克斯预见到附属海贼团会受到重创，立马跳到空中甩出一招霸禅攻击神臂，将基德和基拉瞬间击败。本贝克曼还略带调侃地询问香克斯，是不是看到了不得了的未来？可见他的见闻色也达到了预见未来的水准。之所以用轻松调侃的语气，也是自认为能搞定基德的大招吧。副作用削弱的5个神级恶魔果实，依然造就出2个黄级、3个降级强者。暗暗果实拥有世上最邪恶的力量，不仅能吸收一切伤害，还能让恶魔果实能力无效。黑胡子为了得到它，潜伏在白胡子身边20多年，靠着暗暗果实的力量，能击败赏金5亿5千万的艾斯，对战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，场面上甚至一度占据上风。不过它的副作用会削弱战力，让能力者感到的疼痛加倍，即便是手指被划破一个小口子，也会疼得满地打滚。好在黑胡子有极强的忍受力，才没有浪费暗暗果实逆天的能力。麦哲伦所吃的毒果实，绝对是伤敌1000自损2000的果实。他释放的毒液能剥夺敌人的五感，让其在痛苦中慢慢的死去。也是因为毒性太强，麦哲伦的身体也会中毒，每天蹲厕所10小时，除去睡觉和吃饭的时间，每天只有4个小时后能用于战斗，依旧不能阻碍他成为推进层最强男人。战国也说他的实力接近大将。假如毒果实没有任何副作用，麦哲伦很可能有准黄级战力。路飞在觉醒橡胶果实之前，开发出来的3档和4档都有副作用。早期使用完3档之后，身体会变成小孩，战斗力也几乎为零。4档是霸气与身体的融合，开启一段时间就有10分钟不能用霸气。觉醒幻兽种尼卡果实，路飞获得世界上最胡来的力量，对身体的消耗也更加严重，战斗一会就变成小老头模样。好在有心脏之骨能瞬间恢复，不过对寿命的消耗应该会很大。当年路飞对战卡塔库利，橡胶果实完全被诺诺果实碾压，不管路飞使用出什么样的招式，都会被模仿出战力更强的招式，甚至让不少海迷产生出错觉，诺诺果实就是橡胶果实的上级。不过诺诺果实也有副作用，就是每天都需要补充大量的糖分，如果不是卡塔库利要吃下午茶，路飞也不能活着离开蛋糕岛。手术果实是目前已知最贵的果实，售价一度达到了50亿贝利，吃下它的人需要有高超的医术，才能发挥这颗果实的作用。在和之国联手基德对抗4皇大妈，罗将手术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之后，赏金暴涨到30亿贝利，战斗力也应该有准大将级别。对战拥有2颗恶魔果实的黑胡子，甚至把对方狠狠揍了一顿。不过手术果实太耗费体力，让罗无法进行持久的高强度战斗，否则他的战斗力绝对还能提升一个档次。龙虎和绿牛揭露海军大将的致命缺陷，也难怪赤犬非要在马林范多干掉路飞。大将是海军中的最高战力，有人说他们是能等同4皇的存在。不过从目前的战绩来看，大将比4皇有些差距。赤犬不敢与白胡子正面交战，使用奸计弄伤对方才敢出手。黄猿企图攻击歌姬乌塔，被愤怒的香克斯用刀架在脖子上。还有大将绿牛想要逮捕路飞，连香克斯的面都没见到战败。那么海军大将与4皇的差距到底在哪里呢？从恶魔果实的能力来看，每位大将都有毁天灭地的能力，相比任何一位海上皇帝都没有劣势。武装色的差距还没有体现出来，况且那也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。还有见闻色霸气，目前只有香克斯会见闻杀，凯多展示过预见未来，在顶上战争对战白胡子，青雉也预测到未来，提前将身体元素化。不过海军大将对霸王色的修炼很差，只有战国确定拥有霸王色。反观所有的海上皇帝，除了巴基和黑胡子外，全部具备这项技能。而且凯多也曾说过，霸王色缠绕攻击，只有最顶尖的强者才会使用。是否可以确定的说，大将与4皇的差距就在霸王色的使用上？绿牛去和之国处理百兽海贼团，将赤鞘九侠与大河全部击败。面对香克斯的超强霸王色，却被吓得不敢迎战，仓皇而逃。藤虎在红发歌姬中主动拔刀，想从红发团手中抢走乌塔。
香克斯释放超强的霸王色霸气，吓得藤虎乖乖收起刀带人离开。当年路飞去马林饭多救艾斯，在绝境之下释放霸王色霸气，海军中的强者都感到惊讶。赤犬更是强调一定要干掉路飞，不仅因为他是革命军龙的儿子，身体中流淌着恶的血液。赤犬是看到路飞拥有王者资质，担心他会成为自己无法匹敌的强者，不管谁来阻挡，都要干掉路飞以绝后患。经典已登场的6个病毒系恶魔果实，其中2颗让能力者具备大将战力，还有1颗果实完虐过3位海上皇帝。从名字来看，毒 Q 所吃的病果实就是利用病毒攻击，在圣者岛攻击红星海贼团，毒 Q 利用病毒将罗变成大美女，而且他释放的病毒具有传播能力，接触罗的人也会变成女性。病果实还有其他什么能力暂且不清楚，可以说那是一个废柴果实，只要武装色霸气足够强大，就能驱散病毒，恢复到原本的模样。凯撒吃了自然系瓦斯果实，能从身体的任何部位释放瓦斯，也会利用瓦斯附带的毒性攻击，让敌人出现头痛眩晕的感觉。不过瓦斯的毒性比较低，只要能憋住气或者将瓦斯吹走，凯撒制造出来的剧毒瓦斯所能产生的攻击效果就几乎为零。而且凯撒一直专心搞科技研究，对瓦斯果实的开发也非常差。麦哲伦的毒果实绝对是最强的病毒果实，它释放的毒气能剥夺对手五感，甚至还有很强的腐蚀作用。在推进成狭小的空间内，毒果实的攻击力会成倍增加。麦哲伦也被认为是海底监狱最强的男人。上一任海军元帅战国也说过，麦哲伦的战斗力很接近海军大将。当今的4位海上皇帝，有3人曾在推进城被麦哲伦完虐过。黑胡子带着4个小弟去开招聘会，被麦哲伦一招毒龙全部秒杀。巴基被关在推进城中，听到麦哲伦3个字就被吓得惊慌失措。路飞与麦哲伦单挑，中毒后差点丧命，好在被伊万科夫救了回来。汉库克的一个妹妹吃了蛇果实，还是非常稀有的眼镜王蛇形态，在战斗中能从口中喷射出毒液，不过毒性不算强，伤害也很有限。毕竟蛇果实是提升能力者的速度力量，而不是产生毒液战斗。伊万科夫的荷尔蒙果实，严格意义上是在利用病毒攻击，通过释放不同类型的荷尔蒙，可以治疗身患绝症的病人，也可以改变一个强壮男人的性别，让对方失去原本具有的战斗力。强大的霸气能驱散病果实的能力，自然也能让荷尔蒙果实失效。五老星萨坦圣到底吃了什么果实？目前还没有公布具体的名字。从它能变成巨大的牛鬼形态，很可能是一种动物系幻兽种。变成怪兽形态后的萨坦圣能从腿部释放毒液腐蚀周围的物体，因为萨坦圣也是一名科学家，还不确定释放毒液是来自果实能力。不过萨坦圣的整体战斗力绝对在大将之上，很可能拥有4皇级战力。在众多强者眼中，汉库克到底有没有大将级战力？小时候的汉库克被抓走卖给天龙人，在当奴隶期间吃下超人系甜果实，趁着泰格释放奴隶，汉库克3姐妹逃离玛丽乔亚之后，隐藏在香波地群岛，跟着雷利和夏奇提升战斗力。18岁回到故乡九蛇岛，靠着强大的战斗力成为女王。第一次率领9蛇海贼团出征，就获得8000万贝利的赏金，也因为战斗力太过强悍，被海军邀请成为一名王下七武海。杂婆婆曾是洛克斯海贼团的成员，也当过9蛇海贼团的船长。年轻时的战斗力应该有大将水准，整天被汉库克玩虐踢来踢去。为了当众处刑艾斯，海军召集所有七武海前往马林饭多，中将吴蜀负责去邀请汉库克，带去的所有海军被瞬间石化，自己用匕首刺穿手掌保持清醒，才避免被汉库克将海军团灭。吴蜀还特意强调汉库克的战力强大，不是他所能抗衡的敌人。顶上战争开打之后，汉库克对海贼和海军进行无差别攻击，元帅战国看到也是无可奈何，只评价说那个女人很强，而且还说过汉库克拥有霸王色霸气，整体实力应该很接近大将。见到路飞被斯摩格按在地上摩擦，愤怒的汉库克立马冲了过去，一脚踹断斯摩格的海楼石武器。斯摩格很畏惧，也表明两人差距太大。青雉看到赤犬要对路飞出手，立马甩出一把冰刀击中路飞胳膊，汉库克立马变得愤怒起来，直接朝着青雉冲了过去。虽然不死鸟马尔科提前赶到，一脚踹飞青雉将路飞救下，但是从汉库克的行动来看，也自信能从青雉手中救走路飞。小时候的巴雷特被称为国家英雄，16岁就向罗杰发起过挑战，加入罗杰海贼团后也经常对战雷利，据说能与年轻的雷利打成平手。在海底监狱将合体果实开发到觉醒，战斗力甚至不输最强男人白胡子，变成巨型怪物能玩虐4档路飞，却差点被汉库克一脚踹倒。真是应了那句话，路飞的敌人越强，汉库克的战斗力就越强。七武海制度废除之后，汉库克明确说过自己很强并不怕被抓，海军也很认可他的实力，派去了未来海军王克比以及2名赤天使，其中赤天使鹰眼对战4皇黑胡子，场面上甚至一度占据上风。见到汉库克将海军和2名同伴石化，黑胡子并没有第一时间出手，而是趁着汉库克攻击克比的时候偷袭攻击，才抓住他的脖颈。而且黑胡子明确表示自己很畏惧汉库克的能力，不敢轻易松手。最后冥王雷利释放着霸王色登场，才让黑胡子离开，化解9蛇岛危机。此后汉库克的赏金涨到16亿5900万，超越所有赏金已知的皇父。
加入汉库克学会霸王色缠绕攻击，整体实力妥妥的不输任何大将。不过汉库克依偎在雷利的腿上，这不给路飞戴了顶绿帽子吗？赤犬公布出大将绿牛的真正实力，完全打不过赏金30亿贝利的路飞，不过比同为海军大将的藤虎要强一些。大将绿牛的战斗力强弱一直备受争议，他和藤虎一起通过世界征兵成为大将，也曾是多弗朗明哥口中强如怪物的人。可是，在和之国第一次展示实力，却让人大失所望。对战刚刚战败的百兽海贼团，轻松搞定岩灾镜和异灾奎因，有如此战绩也是情理之中。毕竟奎因和镜的伤势还未痊愈，与赤鞘九侠交战也是占据上风。虽然被大河用狼牙棒打中脑袋，还是将所有赤鞘武士击败。即便被变成巨龙的桃之助用热息打中，也能在短时间将身体恢复。不过面对香克斯释放的强大霸王色，绿牛被麻痹，身体仓皇而逃。身为海军大将，连四皇的面都没见到，就被吓得逃跑，确实有点丢人。再看同样为大将的青雉，能瞬间冰封黑胡子海贼团多名干部，吓得黑胡子本人立马站出来道歉，邀请青雉成为自己的伙伴。还有赤犬面对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，差点被打死，也是一点都没怂。不过去抓捕75海白二世的时候，绿牛的表现算得上真正的大将，当着洛克斯海贼团成员 Miss 巴金的面，将白二世击败，关入海底监狱。最清楚大将绿牛实力的人，还得是他的顶头上司元帅赤犬。在世界会议期间，赤犬得知藤虎抵达圣地玛丽乔亚，立马命令绿牛将他赶走。可见在赤犬心目中，绿牛并不比藤虎弱。不过绿牛只是请藤虎吃了一碗面，并强调不愿意与藤虎交战。还有派遣绿牛去和之国善后，特意强调不要去招惹草帽团和武士，也是认定刚刚成为四皇的路飞是绿牛不可能战胜的强敌。如果当时香克斯没有将绿牛赶走，赏金30亿的路飞能击败他吗？安置公开萨坦圣真正的种族，吴老星确定都不属于人类。萨博去玛丽乔亚向天龙人宣战，为了救下薇薇公主的老爸寇布拉，主动甩出一记火拳攻击吴老星，伊姆立马变成巨大的怪物，将火焰一口吞掉。随后吴老星也都变身成为巨大的怪物模样，仅仅用了一招就将萨博打成重伤。从5个老头以及伊姆的剪影来看，他们应该都是动物系能力者。不过也有不少海迷认为吴老星不是所谓动物系能力者，他们之所以能变身成为怪物，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鬼族的成员。萨坦圣去弹头岛对抗草帽团，也展示出了他真正的模样酷似日本神话故事中的妖怪牛骨，头上长着牛一样的犄角，下半身像蜘蛛，有很多条腿。所具备的能力也非常特别，可以让身体周围的敌人无法动弹，还能用眼睛展开攻击，让战斗力弱的敌人身体爆炸丧命，以及堪称无敌的瞬间恢复，蜘蛛腿断了都能瞬间长出来。在海贼王漫画1108话中，被路飞暴揍后的萨坦圣展示全新形态，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巨大的蜘蛛在爬行，不管是眼睛的模样还是外形，与妖怪牛鬼简直是一模一样。山治发现萨坦圣的眼睛出现变化，腿上甚至还附带毒液，深沉又严肃地说了一句：已经完全放弃人类的外形了吗？从山治的话语中不难推断出，他认定萨坦圣并不属于人类，所谓人类的外形只是为了掩盖原本怪物的模样。假如萨坦圣真的是日本神话故事中的妖怪牛鬼，吴老星也应该和他一样，都属于鬼族成员而不是人类。难道贝加庞克要公布的世界真相，就是乔伊波伊在800年前对抗过鬼族吗？阿格透露出远古兵器天王的下落，黑胡子即将把3件古代兵器收入囊中。海王就是鱼人白星公主，已经算不上什么大秘密，她拥有操控海王类的能力，可以说是大海中的绝对霸主。不过白星公主心底善良，很难会命令海王类去攻击他人。冥王是一艘巨大战舰，据说一次攻击就能毁灭一座岛屿，他就停靠在和之国的海面之下。不过得到冥王需要向主的帮忙，天王乌拉诺斯到底拥有什么能力，一直没有准确的答案。有一种说法是天王能操控天气，很可能就是草帽团的航海士难美，他的身世一直没有公开，身体可以感知到天气细微的变化。白星公主见到难美的时候，也曾表露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。难道说当年海王类口中的2个王，一个是白星公主，另一个就是难美吗？在伊姆毁灭露露西亚王国的时候，多拉格的一番话也透露出天王的下来。他曾询问过萨博，是否是天王毁灭了岛屿，却没有得到肯定的回答。可见在多拉格了解的情报中，天龙人很可能掌握着远古兵器天王。他曾经也是一名海军，当时的军衔不是大将，也应该属于海军中将，非常有可能了解到天龙人的手中掌握着远古兵器。多弗朗明哥曾经也说过，蒂玛利乔亚隐藏着一件不能示人的宝藏，应该就是被伊姆冰封的巨大草帽，与古代兵器天王也脱不了关系。在海贼王漫画1107话中，黑胡子让戴鹏去弹头岛复制土星萨坦圣，他想利用萨坦圣的模样做什么呢？一种可能是掌握炽天使的控制权。去九蛇岛抢夺甜甜果实的时候，黑胡子见识到炽天使的强大战斗力，他的梦想是称霸世界，必然会与海军对抗，搞定炽天使也至关重要。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去圣地玛丽乔亚寻找明哥口中的天龙人大秘宝，
当年黑胡子利用七武海身份去海底监狱寻找伙伴，现在就会利用土星萨坦圣的模样去玛丽乔亚抢夺古代兵器天王。卡里布也在漫画1107话登场，他祈求戴鹏和范奥卡带他去见黑胡子。虽然说卡里布是个小人物，战斗力也很弱，却掌握着很多重要情报。在愚人岛偷听到远古兵器海王就是白星公主，又在和之国得知冥王的位置。卡里布一旦见到黑胡子本人，必定会将这2个消息告诉对方。如果天王就是玛丽乔亚的大秘宝，黑胡子很可能会得到3件古代兵器。的手下中隐藏着一位顶级强者，他的能力不输赏金高达8亿的海贼。在和之国大战中，罗和基德联手击败四皇大妈，2人的赏金都涨到30亿贝利。可是，在对抗四皇海贼团时，基德和罗的表现简直是天壤之别。在巨人岛艾尔巴夫遇到红发海贼团，基德本想着主动出击打个先手，却被香克斯一招霸王色缠绕神臂秒杀。副船长基拉也被附带攻击重创。东利和布罗基用出联合技能霸国，将基德海贼团彻底摧毁。在圣者岛遇上四皇黑胡子，红心海贼团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。黑胡子海贼团率先发难，卢 Q 利用病病果实将罗变成大美女。对战凯多和大妈，让罗明白强大的武装色霸气能驱散恶魔果实能力。黑胡子骑在毒 Q 的头上继续攻击，罗发动手术果实觉醒能力，将吃了天马果实的壮壮拦腰劈开。黑胡子和毒 Q 也差点跌入海中，罗继续使用手术果实觉醒能力反击，一招 RIM 将贯穿黑胡子的身体。最终罗被黑胡子用暗暗果实击败，战斗表现足以配得上30亿的赏金。佩金和夏奇特别擅长海战，利用海水破坏毒 Q 的苹果炸弹，随后对黑胡子的海贼船发动攻击，在大海中的战斗表现不输黑团干部。贝波来自毛皮族，也是红心海贼团赏金第2高的人，足足有500贝利，平时给人一种憨憨的感觉，战斗表现也很一般，而且胆子还特别小心。经过和之国一战，贝波从乔巴获得强行变成月亮狮子的方法。在罗被黑胡子击败后，贝波一巴掌拍飞黑胡子等人，救走自家船长。红心海贼团还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强巴鲁，身材也异常高大。当年在香波地群岛，别人忙着对抗海军，罗却在招募奴隶强巴鲁当伙伴。在对抗黑胡子海贼团时，强巴鲁表现出的防御力不输任何顶级强者。贝波发现范奥卡准备偷袭罗，强巴鲁立马移动过去，用身体保护罗。子弹打在他的身上没有造成任何伤害，甚至连强巴鲁的衣服都没打破。去蛋糕岛抓捕3眼族的布林，范奥卡的子弹能打碎克利架的饼干人。克利架拥有8亿6千万的赏金，他的饼干人能挡住路飞4档的攻击，因此也有海米戏称范奥卡能一枪一个饼干人，妥妥的海上第5皇。强巴鲁能无伤挡住范奥卡的子弹，防御能力完全不输第3将新克利架。难道说强巴鲁是红心海贼团的隐藏强者，是仅次于5皇范奥卡的第6皇吗？